美国总统拜登近日完成上任后的首次亚洲之行，并在东京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有评论认为，拜登此行离间亚太的意图明显，尤其是迫使东盟国家选边站队的举动，恐怕会危及地区安全与稳定。而拜登前脚刚刚离开亚洲，日本就邀请多位东盟国家领导人访日，背后的用意不言而喻。不过，东盟国家并不希望扩大分歧。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更是明确表示，与中国加强合作有利于地区稳定和发展。此外，最近日本发起的一项民调就显示，中国首次超过日本，被认为是东盟今后最重要的伙伴。美国总统拜登前脚刚刚离开日本，岸田政府就邀请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的总理对日本进行访问。三国总理还出席了本周四在东京举行的第27届亚洲的未来国际交流会议。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周四在交流会的晚宴上致辞时表示，明年是日本和东盟友好合作50周年，日本将以此为契机，让双方的关系迈上新台阶。岸田还重点提及美国刚刚宣布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表示希望能和东盟各国在节能环保和供应链方面加强合作。观察认为，日本与东盟国家的外交互动可以视为美国总统拜登亚洲策略的延续。本月12日至13日，美国与东盟特别峰会在华盛顿举行。美国面向东盟在诸多领域提出了合作倡议和设想。24日，拜登在访日期间宣布正式启动印太经济框架，13个成员国中有7个来自东盟。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何亚飞在中国日报网撰文指出，美国预借最近召开的美国东盟领导人特别峰会，重振其重返亚洲和离岸制衡战略，改变地区经济格局，强迫地区国家选边站队，尽可能地排挤中国。这不仅不利于亚洲安全和经济问题的解决，反令地区形势更加复杂。中国长期致力于地区和平稳定和互利共赢，地区其他国家也不希望扩大分歧。美国这种兜售冷战思维的做法将遭到坚决抵制。实际上，这样的观点也从东盟国家的表态中得到印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周四在第27届国际交流会亚洲的未来发表讲话时，重点谈及了地区安全和经济合作2个话题。在安全方面，李显龙指出，必须要探讨维持区域和平稳定、降低冲突的可能。他同时强调，如果只从个别国家的角度来看待区域安全，结果可能是陷入军备竞赛。因此，各国携手合作，不仅是透过联盟和正式组织，也需与潜在对手接触，建立互信。Countries must therefore also work together to strengthen their collective security. And they must do this beyond forming alliances and formal groupings of like-minded partners, like the Quad or the AUKUS grouping, but also through engagement and confidence and trust-building arrangements with potential adversaries. 作为美国在亚太最重要的伙伴，日本在拉拢东盟方面可谓不遗余力。然而，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不良记录成为东盟国家的一大关切。李显龙就明确指出，日本应思考如何处理太平洋战争那段历史，让长期遗留的历史问题了结，以对区域安全合作做出更大贡献。However, in the security realm, the history of the Pacific War has led Japan to adopt a low-key posture. With the passing of the years and the generations, and in a new strategic environment, Japan should consider how it can come to terms with the past and put to rest these long outstanding historical issues. 在这种大国竞争的情况下，我觉得东南亚国家可能更欢迎日本在一些非传统安全领域发挥更多的一个作用。所以我觉得实际上对于日本在安全领域，尤其在我们亚太这个地区的怎么样发挥作用，我觉得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有一些共识，但是还是有一些非常不一样的历史，决定了我们对日本的这种观点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实际上，对东盟国家来说，地区安全和稳定是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氛围。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周四在日本东京出席亚洲的未来国际交流会议时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倡导的印太经济框架具有内在的政治性，因为该框架把中国排除在外。他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社采访时强调，任何排除世界第2大经济体中国的贸易联盟都不利于加强印太地区多边贸易合作。李显龙在演讲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他呼吁加强区域合作，同时强调这些合作必须能相互结合，形成一个开放包容的区域架构。李显龙强调，中国已经是亚太区域几乎所有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包括新加坡和日本。将中国排除在外，显然不利于地区经济发展。China's economic influence in Asia is large and growing. This is a natural and positive consequence of China's continuing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t has benefited the region immensely. 李显龙还指出，中国发起了覆盖面广的倡议，包括新加坡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对这些积极举措表示欢迎。Which support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has joined the group of friends of the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We look forward to China engaging its partners through these initiatives in a constructive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manner in order to foster a conducive, open region where countries can continue to grow their economic ties with each other and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实际上，亚太地区目前已经存在多种合作机制，尤其是今年正式启动的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给东盟国家注入了经济发展新动能。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何亚飞在中国日报网的撰文指出，美国推动印太经济框架这一举措，不仅意在加剧东盟所面临的这种分化困境，同时也为通过改写该地区经济策略和经济格局，尽可能地排挤中国，从而巩固美国与东盟经济关系的薄弱环节。面对美国提出的新选择，特别是将中国排除在区域经济之外的新倡议，可能导致地区国家出现更多困惑。尤其是美国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中，既没有降低关税的条款，也没有市场准入相关内容，东盟国家根本无法获得任何实质性的利益，这些都让东盟国家陷入摇摆。例如，越南是美国印太经济框架的13个创始成员国之一，但越南外交部周四表示，对于这一经济框架仍然在讨论中。Đây mới là cái quá trình khởi động cho cái tiến trình thảo luận. Và cái việc tham gia của mỗi nước ấy, trong đó có Việt Nam thì sẽ phụ thuộc vào cái kết quả của quá trình thảo luận. Việt Nam cho rằng IPEF cần dựa trên các nguyên tắc mở, bao trùm, minh bạch, phù hợp với luật pháp quốc tế, vai trò trung tâm của ASEAN và bổ sung cho các liên kết kinh tế đã có. 日本外务省周三发布的2021年度海外对日舆论调查就显示，当被问及哪个国家或组织是东盟国家今后重要的合作伙伴时，选择中国的当地民众最多，达到48%。这是此项民调开展以来，中国首次超过日本，被认为是东盟今后最重要的伙伴。日本外务省对此分析称，民调结果可能反映了中国通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冠病疫苗的疫苗外交，加深了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并提升它在这个区域的影响力。但日本经济新闻网的分析则更全面地指出，中国是东盟国家20年来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对东南亚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视，使得双方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四就针对这一调查结果强调，中方始终视东盟为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始终坚定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始终珍视并维护长期以来形成的地区合作架构和成果。我自己认为呢，通过这一系列这种外交活动可以看出来，实际上美国并没有达到拉拢东盟这个目的，反而我觉得东盟在于整个地区架构或者在和美国这种关系当中，它起到的是一个桥梁的作用，而不是一个棋子作用。它通过它自身的影响力，让美国不会走得太远，而且呢，我觉得它也有一个桥梁作业，它就要把中国的或者是我们地区的声音告诉美国。那么我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这个有助于整个地区，至少是迟滞整个新冷战在本地区的一个形成。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小姐你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四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45分钟涉华政策讲话。那管先生，您对讲话如何评估？那我注意到呢，美西方舆论场对这一次的讲话很是关注，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呢都发表了相关报道。当然了，他们的关注点各有侧重。比如呢，路透社昨天的电稿就以此为题，说布林肯谈中国政策不寻求新冷战。路透社就引述布林肯讲话称，美方不寻求冲突或者是新冷战，相反，美国决心避免这两者。而 CNN 今天的报道标题呢，就声称美国在世界紧张时刻
准备强化对华外交。布林肯表示，美方愿在所有问题上增进对华沟通。那么他的原话是 "across a full range of issues"。而《纽约时报》今天的报道标题把美方对华政策目标界定为 "to constrain China"， 所谓的约束中国。我认为这本身就体现了中美关系这一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它的复杂性、它的多面性所在。布林肯本人也在讲话中用了2个关键词来界定中美关系最复杂、最有影响力。我认为布林肯的政策讲话貌似降低了调门，比如上面提到的不寻求新冷战表述，布林肯称不阻挡中国担当大国角色，不会孤立中国，不阻挡中国或者是其他国家发展经济，或者是促进其人民的利益等等。那么布林肯他以所谓投资协同竞争取代了此前放言的竞争合作对抗3分法，看上去呢不再强调对抗了。此外，在中方认定双边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最核心的台湾问题上，布林肯对上司拜登此前在日本做出的协防台湾说进行了部分的消毒，重申华盛顿涉台政策不变，不支持台湾独立。那么这被《纽约时报》解读为布林肯试图化解有关台湾问题的任何误解，但我判定布林肯是貌似降调，因为这篇政策讲话它的主旨还是在鼓吹对华全面竞争，甚至呢是不惜代价、不计后果的恶性竞争。而且呢，布林肯他的底牌很清楚，美方推进的恶性竞争正在试图把更多国家卷进去，这当然是中方要坚决反对的，也是外部世界，尤其是亚太的国家呢应该高度警惕的。我认为这才是这场政策讲话中最有攻击性的部分。而且呢，布林肯他还对其进行了刻意的包装。那么在您看来，布林肯又是如何包装的呢？我认为布林肯讲话中的2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是所谓塑造中国周边战略环境的新提法，一个呢是国务院内新设所谓 China House， 也就是中国小组的新机构。那么为了忽悠塑造周边环境说的这个必要性，布林肯强行给中国扣上国际秩序颠覆者的大帽，无端指责中国是全球唯一有意愿，也是唯一越来越有经济、外交、军事以及科技实力来重塑国际秩序的国度。那么尤其恶毒的是，他以莫须有的所谓对内更压制、对外更咄咄逼人的指责来大肆攻击中国的内政外交。但是呢，在我看来，所谓塑造战略环境说，其实就是美方在印太方向大搞小院高墙、大搞小圈子联盟的话术表达。那么这是为美国在印太布局的所谓345阵型，也就是美英澳 AUKUS 3边协议、美日印澳4方机制以及美印澳新加5眼联盟来张目背书，来摇旗呐喊。尤其要警惕的是，布林肯也谈到了当下仍在持续的俄乌冲突，他把中国和俄罗斯强行捆绑，声称中方的作为给我们所有以印太为家的人敲响了警钟。那这是几个意思呢？美联社今天的分析说的再直白不过，以俄乌冲突为杠杆，美国呢就是要撬动业已构筑的反俄同盟，来延伸目标，来对付中国。在我看来，布林肯最新所谓投资协同竞争对华3方略，它是有层次，它是讲递进的。那么竞争是总目标，而投资协同作为主要手段服务于竞争。那么美国在自身实力相对下降的这个背景之下，它呢会越来越强调对外的投资和协同，要找各种名目，要造各种抓手来构筑所谓的制华遏华的同盟军。布林肯宣布，国务院内将会新设跨部门的中国小组，这是继五角大楼设立所谓中国行动组之后，又一个专门聚焦中国应对的机构。那么总统拜登上任之后，他首次视察五角大楼，就强调要在国防部内建立跨机构的中国行动组。去年6月，美国防长奥斯汀正是基于中国行动组的首份报告，确认中国作为美国的紧迫挑战。可以预料，美国国务院中国小组成立之后，他对外构筑遏华同盟的动作和努力少不了。那么未来美国财政部、商务部等等关键部门很可能也会步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后尘，建立专门指向中国的新机构。
布林肯讲话当天，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东京演说时强调，亚洲要发挥增长潜力，必须加强安全与经济合作。他特别警告，逼亚洲国家选边站没有好结果。那对此您又怎么看？我认为这恰恰可以看作是以亚洲国家在跨洋喊话，在布林肯发表对华政策讲话的同一天，在隔空回应对他所极力鼓吹的美方所谓制华同盟说不。那么李显龙反对逼迫选边站的这个立场是一以贯之的。此前无论是访问进白宫，或者是投书美国外交政策大刊，那么李显龙反复强调的一个代表性的立场，这实际上也是东盟国家的一个共同立场，那就是拒绝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拒绝坠入所谓的选边站安全困境。那么布林肯大谈所谓塑造中国周边环境，其实就是对选边站队的一个变相的胁迫，只不过呢是换了一种伪装，搞隐性的胁迫。那么布林肯他不是口口声声无意孤立中国吗？但是李显龙昨天就特别追问，美国和其他国家是不是能够接受中国逐渐增长的影响力和合法利益呢？布林肯声称不打新冷战。此前美国总统拜登也在联合国大会上宣称不寻求对华新冷战。但是为什么在美国战略学界乃至舆论场上，新冷战竟然就成为了热词？好，谢谢广耀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观点，谢谢。第9届美洲峰会将于6月在美国举行。不过，由于拜登政府之前宣布将不邀请古巴、委内瑞拉等国参会，该峰会遭到了拉美多国的抵制。超过25个国家的领导人表态谴责美国排斥他国的做法。美国打着门罗主义的旗号，长期将拉美地区化作自家后院。美国的霸道其实早已引起拉美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反对。有分析认为，门罗主义在今天的拉美没有市场，美国更难以将它复制到全球其他地方。美洲峰会全称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今年是第9届，计划6月6日至10日在洛杉矶举行。这是1994年首届峰会在迈阿密举行以来，美洲峰会再次由美国主办。此次峰会被认为是拜登政府阐释对拉美政策的机会，但很多拉美国家却不买账，更遭到一些拉美国家的集体抵制。这是因为拜登政府日前表示，由于民主问题，不太可能邀请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的领导人出席峰会。尽管之后态度有些松动，却已让多位拉美国家领导人不高兴，他们纷纷表示抵制，并给这次峰会贴上分裂、霸权、歧视、作秀等标签。被美国排除的3个国家纷纷表态，直言峰会是一种耻辱。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称，美洲峰会已经成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峰会，超过25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一致谴责排斥其他国家的行为。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此前还曾挖苦说，拜登只是希望拍一张峰会上的照片，服务于他的竞选。峰会几小时后发生的事，估计很少会有人记得。上周3，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也直接表示拒绝出席。他说，尼加拉瓜不会因为没有收到邀请而祈求美国。随后，玻利维亚、洪都拉斯等国家领导人以各自方式对美国排除他国的做法表示不满。美联社报道称，加勒比海国家领导人已经商讨，如果有国家被美方拒之门外，他们将考虑是否集体抵制本次美洲峰会。此外，美国务院日前还发布国务卿媒体声明表示，已参与重大腐败，将对危地马拉总检察长波拉斯及其丈夫列明制裁，禁止波拉斯及其直系亲属入境美国。危地马拉总统贾马特回应表示，将不会赴美出席第9届美洲峰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2对此指出，美国一贯打着所谓民主、人权、反腐等旗号拉帮结派，打压异己，动辄滥施单边制裁，企图干涉、操纵拉美国家内政，这严重侵犯地区国家主权和尊严。美方有关举动不得人心，其实质仍是搞门罗主义那一套，把自己凌驾于他国之上，搞强权政治和霸权霸凌。我想强调的是，拉美不是美国的前院或者是后院，美洲峰会不是美国峰会。中方认为，任何地区合作框架都应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增进地区国家间的互信与合作，不应带有选择性、排他性。中方乐见美洲国家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不干涉那种基础上发展彼此关系。
墨西哥总统洛佩斯日前警告美国政府，如果不邀请全部美洲国家的领导人，他将拒绝与会，仅派出政府代表参加。美联社分析，洛佩斯如果缺席，恐怕会对本届峰会构成打击，因为美方的会议重点之一是讨论美墨边境移民问题。那么一方面呢，是这个拉美国家历来有这种独立自主的这个外交传统，最近几年呀，拉美的这种政治生态持续的朝着左进右退的这个方向持续的这个加速的演进发展，很多左翼政治力量在拉美国家连续的这个掌权。那也为此次这个集体对美国这个说不，奠定了一个政治基础。这些拉美国家呀，普遍的对美国利用滥用主场外交的这种东道主的这个权利，来去夹带私货，来去分化打压拉美的企图呀，是非常的这个不满的。尽管也有部分拉美国家最终表态会参与峰会，但中间波折不断。巴西总统博索纳罗此前表示不会出席峰会。不过，本届美洲峰会特别顾问、美国前参议员克里斯托弗·多德作为拜登特使，周二特意为说服博索纳罗不要缺席峰会访问巴西。多德访问后不久，博索纳罗确认将参加。不过，路透社就指出，博索纳罗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盟友，自拜登上台以来，两国关系一直冷淡。为确认参会名单，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上周访问了厄瓜多尔、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游说更多国家参加美洲峰会。西班牙国家报的评论说，拜登试图挽救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却遭遇信任危机。美洲峰会正在成为美国的一场外交噩梦。英国查塔姆研究所学者克里斯托弗·萨巴蒂尼在外交政策发文称，真正的风险在于，在历经近30年的峰会之后，今年的峰会可能会被解读为美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墓碑。美拉关系啊，在这个峰会召开前夕进入了一个矛盾的这个多发期。表面上看是因为双方围绕办会的参会资格问题展开的一个矛盾，那么实际上反映的是这个美拉关系中这个长期存在的这样一种结构性和深层次的这个问题，其中的一个显现。美拉之间围绕这种干涉与反干涉、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只会越来越多，有增无减。拜登当选美国总统之初，曾引发外界对美拉关系回暖的猜想。然而，拜登政府对拉美政策调整不仅是雷声大雨点小，许多涉拉竞选承诺未能落实，而且新瓶装旧酒，一些有限的政策调整也是为了满足美国自身利益需求而展开的。相比特朗普政府，未有根本性突破。有声音指出，今时今日，美国甚至妄图在拉美之外的地区推行新门罗主义，从肆意挥舞制裁大棒到拉帮结伙，组建各种小圈子，以此来维护自身全球霸权。本月12日至13日，拜登政府在华盛顿举行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妄图拉拢东盟国家选边站队。然而，一个连周边地区邻国都要侵略破坏的美国，又怎会真心实意与位于遥远东南亚的东盟国家携手并进呢？门罗主义在今天的拉美没有市场，美国更难以将它复制到全球其他地方。美国的不断下降的这个综合国力，尤其是经济实力，已经无法承载起拜登政府如此庞大的这样一个政治上的这个野心。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如果说这个连美拉关系都无法近邻这么一个关系都无法处理好的话，就很难实现这个围堵中国的这样一个战略图模式更加就无法实现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首次就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进行系统性阐述。他在题为“投资、结盟、竞争”的演讲中，将中国称为国际秩序面临的最严重的长期挑战。展示对华强硬的同时，布林肯又称，美国并不寻求新冷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五回应布林肯涉华演讲，指洋洋洒洒费尽心机散布虚假信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地时间周四出席美国智库亚洲协会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举办的活动，发表45分钟的中国政策演说。这是拜登政府首次系统性的阐述对华政策。但出人意料的是，布林肯的涉华演讲是从乌克兰危机先谈起的。Even as President Putin's war continues, we will remain focused on the most serious long-term challenge to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at's posed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hina is the only country with both the intent to reshape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increasingly, the economic, diplomatic, military, and technological power to do it.
紧接着，布林肯自吹自擂说，美国的所谓普世价值在过去70多年里支撑了世界的大部分进步，而中国试图让我们偏离普世价值。不过，布林肯承认，美国和中国将在全球经济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中发挥关键作用，称美国希望避免重蹈冷战覆辙。China is also integral to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o our ability to solve challenges from climate to COVID. Put simply,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ve to deal with each other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That's why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complex and consequential relationships of any that we have in the world today. 布林肯直言，美国直接影响中国战略方向的能力极为有限，因此美国将致力于构建一个针对中国的战略环境。根据他的说法，拜登政府不寻求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但将采用替代方案，试图集中资源拉拢美国在世界各地的盟友，以遏制中国日益增长的自信心。这项政策将包括对美国国内基础设施和技术的投资，以及加强与潜在脆弱国家的外交接触。This is not about forcing countries to choose, it's about giving them a choice. 布林肯宣称，美国不会阻止中国作为大国发挥作用，也不会阻止中国或任何国家发展经济或促进人民的利益，但美国会捍卫和加强国际法、协议、原则和机构，以维护和平圆圈，使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能够共存与合作。他在讲话的最后声称 We'll compete with confidence, we'll cooperate wherever we can.We'll contest where we must. We do not see conflict. 对于布林肯的中国政策演说，在周五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评价称，洋洋洒洒费尽心机，实质是散布虚假信息。汪文斌强调，人类已进入互联互通的新时代，各国利益休戚相关，命运紧密相连。美方渲染中国威胁解决不了自身的问题，反而会把世界带向危险的深渊。美方声称中国是世界秩序最严峻的长期挑战，完全是颠倒黑白。美方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明眼人看得出来，不过是美方同少数国家制定的家法邦规，维护的只是美国主导的所谓秩序。美方一贯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对国际规则采取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实用主义态度，这才是国际秩序的最大外援。对于布林肯所提到的所谓普世价值，汪文斌说，和平、发展、民主、自由、公平、正义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中美关系要走出当前的困境，关键在于美方必须摒弃零和博弈的迷思，放下围堵遏制中国的执念，停止破坏中美关系的言行。汪文斌今天在记者会上用了很长的篇幅来回应布林肯的演讲，足足涉及了7个方面，同时也表明了中方的严正立场。其中呢，我注意到他用散布虚假信息来评价布林肯的这些言论。那会上有记者也对着这一个措辞进一步来追问，汪文斌举例称，美方指责中方破坏国际规则，就是一个典型的抹黑中方的虚假信息。中方始终是国际秩序的坚定维护者。说中方对国际秩序构成最严重长期性的挑战，这不是虚假信息，又是什么呢？汪文斌敦促美方像中方一样，做出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明确承诺，而不是散布抹黑、攻击别人的言论。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指出，布林肯的对华政策演讲总结了过去一段时间美国拜登政府的所作所为，大有调动全球力量推进对华竞争的架势，价值观与意识形态色彩极其浓重。虽然在对华政策上刻意提到了共存与合作，但却极力抹黑中国，分化中方，将当前中美关系的不理想状态归咎于中方，粉饰美国自身的大国竞争、印太战略及其背后的霸权企图，给人强词夺理、自说自话、自我陶醉之感。从现在美国的情况来看呢，美国是把中国看作是长期的战略竞争者，战略意图上来说，美国把中国看作是对手，看作是一个破坏者。另一个的话呢，从行动上来说，美国无论是在经济方面，无论是在军事方面，已经采取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措施。需要指出的是，此次布林肯演讲中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将此前美国对华政策的竞争、对抗与合作三分法修订为投资、结盟和竞争的三分法，即进一步投资美国国内建设，巩固盟友体系，以及在所谓实力基础上同中国展开公开公平的竞争。
为推动这一拉拢盟友、对抗中国的外交战略，布林肯宣布，美国政府将为国务院和美国外交人员提供必要的工具，建立一个负责对华政策事务的中国小组。根据布林肯的描述，所谓的中国小组将是一个跨部门的综合团队，专门协调和实施美国政府有关中国的政策，并在有必要的时候与美国国会进行合作。近年来，美国国会、政府部门以及各机构已相继成立了多个针对中国的特别工作小组，虽然在名称上各有不同，但都不遗余力炒作渲染中国威胁论。特朗普政府时期，2020年5月，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宣布成立了共和党的中国特别工作小组。同年7月，时任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沃尔夫也牵头成立了一个中国工作组。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又分别在去年3月和10月分别成立中国工作小组和中国任务中心。这次国务院成立一个工作小组，它还要协调国务院与美国其他政府机构之间对华政策上的立场、行动以及能力。所以这个机构的话呢，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彰显中国在美国对外政策当中突出的这么一个地位，也反映出美国国务院要举全院之力来协调动员国务院的力量来应对中国。汪文斌周五指出，美方口中说的是竞争，实际做的是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大搞非法单边制裁、长臂管辖和脱钩，严重损害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无理剥夺别国的发展权利。这不是什么负责任的竞争，而是毫无底线的打压遏制。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周四出席印第安纳州全球经济峰会期间表示，注意到布林肯国务卿特别提到美要在对中国竞争中胜出。秦刚说，即便中美之间存在竞争，也不应使其成为中美关系主流和主基调。用竞争定义中美关系只会加剧紧张，引发对抗。美方所称的竞争也不是公平健康的竞争。竞争应是公平公正，基于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世贸组织规则，让双方彼此变得更好，而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把自己的一套私规强加给对方，更不是不择手段遏制打压另一方。这不是竞争，而是恶意对抗，将产生危险后果。秦刚也表示，中美两国拥有巨大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双边关系的基本面是合作共赢，合作共赢才能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周四，中美气候变化磋商团队还在德国柏林举行了会谈。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与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回顾了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就宣言中成立中美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相关议题广泛交换意见，同意继续推动中美气候变化合作机制化、具体化、务实化。环球时报社评指出，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不仅对两国人民是好事，对整个世界也是福音。富兰克林曾经说过一句话：诚实是最好的策略。尽管话语权是华盛顿的强项，但世界期盼的是美国在落实合作、管控分歧方面言行一致，而不只是自我感动的漂亮话。美国总统拜登在刚结束的亚洲行中，由于再次发生涉台表态的所谓严重口误，让外界对布林肯这场对华政策演讲中的涉台部分格外关注。布林肯一方面声称美国仍然致力于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但话锋一转，又大谈所谓大陆对台胁迫，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要继续协助台湾自我防卫力。针对美方一再玩弄文字游戏，说一套做一套，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发文强调，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退让余地。美方有关战略清晰或战略模糊的讨论，纯粹是浪费时间。演讲中谈及台湾问题，布林肯声称，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与过去几十年的历届政府是一致的。The United States remains committed to our one China policy, which is guided by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e 3 joint communiques, the 6 assurances. We oppose any unilateral changes to the status quo from either side. We do not support Taiwan independence, and we expect cross-strait differences to be resolved by peaceful means. 外界注意到，美国总统拜登在刚刚结束的亚洲行的第2站日本期间，被记者问及若台海发生战事，美国是否愿意军事保卫台湾。拜登不假思索回答说：“会，这是我们所做的承诺。”
这被认为背离了美国一贯的战略模糊政策，引发轩然大波。白宫官员紧急灭火，拜登第二天也改口称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深圳卫视注意到，在涉台问题上，这种拜登口误、官员灭火的戏码频繁上演。去年8月，美军狼狈撤出阿富汗时，拜登竟将台湾地区与日本、韩国并列，声称北约第5条也适用于台湾。去年10月，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节目中，拜登也声称要保卫台湾。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程晓禾对深圳卫视表示，拜登在涉台问题上屡次有意无意的口误，说冒进的话，然后再由白宫、国务院、国防部官员澄清美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似乎已经成为拜登政府对华挑衅的一种常态，也让外界怀疑到底美对台是否保持战略模糊。此次布林肯也是通过正式的对华政策宣讲场合再次确认，台湾问题呢是中美战略竞争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美国用台湾问题来制衡、遏制中国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抓手。无论拜登是说错话也好啊，还是布林肯在正式的场合重申美国过去的模糊政策也好啊，这只是一个我们说白脸与红脸的一个区别，在这么一个核心的重要的一个问题反复说错话，彰显出拜登内在的一种想法。布林肯在冠冕堂皇的坚持一中不支持台独的表态之后，话锋一转，大谈美方将持续履行承诺，协助台湾维持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以对抗任何可能危及台湾安全、社会或经济体系的所谓胁迫。实际上，观察美方以往言行，正是以此为借口和旗号，以所谓战略模糊政策为幌子，不断打台湾牌。不但连续派高官窜访台湾，大肆提升美台所谓官方关系，还要把台湾打造成豪猪，持续售台先进武器，以提升不对称战力。布林肯本人更是亲自下场，强烈倡议台湾参与世卫大会，驻台拓展所谓国际空间。由此可见，布林肯此次演讲就是要在战略模糊的包装下，为继续大打台湾牌铺路。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周五在回应相关提问时表示，美方所谓胁迫台湾、改变现状等言论完全是颠倒黑白。就台湾问题而言，必须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在中美3个联合公报中就台湾问题做出过严肃承诺，但事实上却屡屡违背承诺，言行不一。我们对此坚决反对。值得注意的是，布林肯还继续玩起文字游戏，在声称美国仍然坚持一中政策时，特意强调这个政策以与台湾关系法、中美3个联合公报和所谓对台6项保证作为指导。深圳卫视注意到，上周六，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也曾发推文声称，美方不认同中方的一个中国原则，我们仍致力于我们长久以来奉行的不分党派的基于与台湾关系法、美中3个联合公报、对台6项保证指引下的一个中国政策。当时，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在推特上严正驳斥道，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版本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中美联合公报中的官方阐述。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周四在香港南华早报发文揭批，美方把单方面炮制的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对台6项保证凌驾于中美双边共识及3个联合公报之上，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秦刚还指出，美国政府一面声称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不支持台独，不希望与中国发生冲突对抗，另一面却把台当作第一岛链战略支点来遏制中国，不断虚化掏空一个中国政策。美方的错误做法严重助长台独分裂势力的嚣张气焰，正把台海变成危险的火药桶。秦刚强调，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美方有关战略清晰或战略模糊的讨论，纯粹是浪费时间。这个秦刚大使的讲话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个美国政府一部分唱红脸，一部分唱白脸的这么一个虚伪的这么一个事实，也指出了中国政府实际上不在乎你说什么，而是在乎你做什么。秦刚还强调，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非针对台湾同胞，而是要威慑台独分子和外部势力干涉。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深圳卫视注意到，近段时间在涉台问题上，中方连续对美释放强烈信号。5月18号，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应约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通话时就强调，如美方执意打台湾牌，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必将把局势引向危险境地。
中方必将采取坚定行动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利益，我们说到做到。周二，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美方费尽心机在一个中国原则问题上玩弄文字游戏，但我想提醒美方的是，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包括美国在内，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步伐。我们奉劝美方听一听中国一首脍炙人口的老歌，歌中唱道：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针对美台勾连活动，解放军东部战区本月2次对外发布进行大规模实战化演练的消息。周四，国防部发言人吴谦正告美方一些人，在台湾问题上切香肠，一定会切到自己的手。中国人民解放军严阵以待，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粉碎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向敢于出手，敢打必胜。好，相关的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了有关中国政策的重要演说，那对此您有什么评价？其实，在中美竞争甚至对抗似乎是愈演愈烈的大背景下，外界原本以为布林肯的这次对华政策演讲将会是来者不善，因味十足。但昨晚大家都突然发现，飞来的似乎是一只鸽子。这就是我对布林肯演说的总体印象。原先的三板斧政策被抽掉了最具挑衅性的那个板斧，也就是对抗，基本上不见了，只保留了两板斧，也就是竞争与合作，而且语气与措辞上也变成了能合作时竭力合作，该竞争时全力竞争。用布林肯的原话来说，就是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发生新冷战，只是会聚焦于中国带来的竞争，同时在全方位议题上与中国加强外交交往与合作。尤其是布林肯还强调了中美关系是密不可分、无法脱钩的，只能共同合作迎接人类的共同挑战。大家知道，作为两个在全球范围内具有举足轻重影响力，同时又是有着各自国家利益与不同战略诉求的大国，中美这两个国家是免不了既竞争又合作的。这将是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中美关系的常态。中美关系最怕的就是对抗，因为它不仅会影响中美之间的合作，甚至有可能会让中美关系走向破局。因此，布林肯在演讲中抽调或者说是淡化了对抗这个板斧，我认为至少是向中方发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当然了，中国有句俗话叫听其言还得观其行。在听了布林肯怎么说之后，接下来我们还要用放大镜来检视美国将会怎么做，尤其是要看一看这是不是美国为了应对俄乌冲突这个当务之急而对中国使出的权宜之计。那在您看来，布林肯在讲话中又是如何来演绎中美之间的竞争、合作以及避免对抗的呢？布林肯在演说中虽然在反复强调不寻求与中国的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的政体，不寻求跟中国的冲突与对抗，但是他却又在演说中攻击中国的意识形态与所谓的人权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布林肯虽然表示不会要求中国改变其发展方向，但是他却又表示，美国在印太地区建立美英澳三国军事同盟，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以及推行印太经济框架，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改变中国周边的生存环境。这也就意味着，拜登政府虽然口头上不说不对抗，但在意识形态与人权问题上对中国仍然采取了歧视政策。虽然表面上说不会寻求中国改变发展方向，但是却又企图通过改变中国周边的生存环境，也就是企图通过缓慢的挤压方式让中国自身来做出改变。除此之外，在中美之间的竞争方面，布林肯似乎也有了新的说法。过去的美国，尤其是特朗普执政时期的美国，强调的是美国1对1与中国单挑式的竞争，而现在拜登政府的新竞争策略是投资、联合盟友、
竞争，也就是要召集全球所有的盟友来跟中国打群架，进行围殴式或者说是排他式的竞争。布林肯在演说中还着重谈到了台湾问题，那对此您有所何解读？我们知道，在不久前，美国国务院网站曾经更新了有关所谓美台关系的表述。这个更新主要包括了这么几个方面内容：其一是，过去美国在论述其一中政策时，一般会提到基于中美建交3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其中中美建交3个联合公报始终是摆在与台湾关系法前面的，它体现出的是美方对于中美关系以及中美政府公报的重视，甚至把它当成了与台湾关系法的法源。其二是，过去美方在论述一中政策时是不会提到所谓的对台6项保证的，但是现在美方把它与台湾关系法以及中美3个联合公报并列摆放了。第三就是删掉了有关美国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表述。第四，删掉了不支持台湾独立这样的表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观察美国台海政策的最新动向，就必须要将布林肯的演讲与美国国务院网站上的内容来做一个逐一对比。首先，昨晚布林肯表示，美国的台海政策是以与台湾关系法、中美建交3个联合公报和所谓的对台6项保证作为指导的。这个表述几乎是与美国国务院早前改动是完全一致的。这就说明，不久前美国国务院网站有关台湾政策论述的更新，并非是临时起意。当然了，布林肯的演讲中也出现了积极的现象，也就是原本在美国国务院网站中被删除的2句关键性的话又重新回来了。布林肯重申了美国仍然坚定地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以及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我认为不排除这是中方与美方在紧急交涉之后，让美方认识到了问题严重性的结果。除此之外，布林肯还在演讲中反复强调，美国的台海政策并没有做出任何的改变，并指责是中方改变了台海局势的现状。我认为这实际上是在为拜登访日期间有关美国会军事介入台海争争的言论的这么一个修正。总而言之，布林肯在台湾问题上的表述也是在往回收的，并没有一味的猛打猛冲。既然布林肯的对华政策演讲并没有太多的新意，那您认为他为什么还要煞有介事地采取这一动作呢？我认为有3个目的。一个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拜登政府的反对势力一直在批评其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至今尚未出台成熟的对华政策，而这一指控是不利于接下来的民主党的中期选举的。因此，布林肯要将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的对华政策重新整理一下，重新罗列出来，以应付国内反对势力的批评。第二，拜登政府要对外宣示，虽然俄乌冲突发生了，但白宫的外交战略，尤其是对华政策，并没有乱了方寸，仍然会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印太地区，仍然会将主要的矛头对准中国，尤其是在俄罗斯已经深陷乌克兰战场，对美国构不成重大威胁的之后拜登政府更加会如此。第三，这是要通过这篇演讲来统一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盟友的立场，让他们也跟着美国将战略重心转移到印太地区来。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